离开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和平敢死队啊，我又重新回到了天安门广场。这个时候呢，大概已经是5月22号左右了，具体的时间我有点记不清楚了啊。这个时候的天安门广场呢，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是由于戒严嘛，然后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呢，从绝食改为了静坐。那么北边那个区域的学生的绝食区啊，就取消了。然后这些学生呢，都变成了普通的静坐了嘛。然后那些继续静坐的学生就还在大巴里休息，而其他的外地高校的学生多数都是在天安门广场南侧。我们武汉大学呢就在天安门广场的西南角。我在天安门广场的西南角的我们武汉大学驻天安门广场的那个角落上呢，大概有那么几十名武汉大学的学生。我再次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就被他们推举为武汉大学驻天安门广场的代表。这个代表做什么事情呢？一个呢是，他会给你发一个通行证。这个通行证呢，这个通行证每天都不一样啊，盖着个章，反正是每天都是写的，比如说写着祖国万岁呀，或者什么之类的。这个通行证，你可以在天安门广场的各个区域穿行。当时一般的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其实也是不能随便到另外一个区域的。比如说一开始的绝食的区域你不能去。另外一个是纪念碑，一共分为1层、2层、3层，这3层你都不能上去，你上每一层都需要通行证。这个通行证也分等级，等级最高的才能到纪念碑的3层，因为在纪念碑的3层呢是广播站。然后呢，这个每天这个高自联，就是北京市的高自联，在天安门的纪念碑的2层还是3层上，我具体记不清楚了啊，要召开天安门广场全国高校代表的联席会议。那么每个学校要派1名代表到参加会议，那我每天就要到那儿去参加那个会议啊，这个我还有印象。那么参加会议的时候呢，一般就由北京市高自联的这些领导们给我们通报那当时形势的最新情况。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李璐是南京大学的学生，后来也是著名的21个通缉名单中间的一个人呢。逃到美国之后，大家都知道他后来呢又远离民运了啊，现在是巴菲特团队中间的一个核心成员，做投资做得非常成功，而且现在本人也可以回国了。当时他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他就是演讲的口才非常好。因为我知道他是南大的学生嘛，并不是北京的学生嘛，但他较早到了天安门广场，然后就成了天安门广场的核心决策层的一份子，拿着喇叭天天给我们分析情况，分析形势。这是驻天安门广场代表的事情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那几天天安门广场附近就频繁的开始组织各种各样的游行。这些游行呢，一方面是动员天安门广场的全国各地的来天安门广场声援的大学生参加，同时呢，也号召北京市的各个单位的这些员工啊，来上街游行声援学生。你很难想象啊，人民日报的记者，甚至包括警察部队、中央电视台、新华社这些所谓党的最核心的部门，都派队伍上街去游行了。甚至还看到了小学生上街游行，当然实际上是他们老师组织的啊，我也看到这些，在北京我也看到。然后你就看北京的中央各个国家机关，甚至国务院都有人上街去游行。我印象比较深的有几个细节啊。第一个是中科院化学所的人上街去游行，他们的横幅打得特别有特点，他们的横幅打的叫李嘉鹏等于苯加氮，李鹏苯氮都是化学上的元素周期表上的成员以及化学的合成物，然后等于号就是化学的配平，化学方程式，所以很巧妙的把那些化学的元素啊叠合在一起，表达了他们对李鹏的看法，很巧妙，是吧？还有一个横幅我忘了是哪个单位打的了啊，有这么几句话，叫何以立本，几时东昌，缘木求鱼。这个写的非常巧啊，是因为他把当时国务院的几个领导的名字都嵌进去了。何以立本，清立本，是吧？几时东昌，何东昌。缘木求鱼，缘木是教育部当时的部长。
非常巧妙。所以当时我过目不忘，33年之后，我现在还记得这些横幅的这些当时写的这个内容啊。当时这些大游行呢，其实走的都不是特别远。我记得那个当时长安街上啊，挤的那人山人海啊。我们武大的学生每次游行的时候，我也就招呼大家从这个纪念碑的西南角，然后走到长安街上去。但给人感觉好像每一次大概也就能走那么1-2千米就走不动了。但是跟我们一起游行的这张涛，我还有印象，他有一次就拿着个汽水瓶，拿着一个绳，拿着一个小木棍，把它吊起来，那就讽刺邓小平呗，小平嘛。这张涛现在其实在89之后啊，做生意啊，然后后来最近我听人说，他现在已经移民到以色列去了啊。所以这是我们当时做的一件事情。还有一件事情呢，我就是会在天安门广场周边呢，经常做一些演讲。因为当时天安门广场的核心区是学生控制的，但是周围这个区域啊，那些胡同里啊，很多市民就是在这个附近呢围观，然后呢就不停的有学生到那个地方跟这些市民进行一些沟通和交流，就是做演讲嘛。但是做演讲的过程中呢，我有的时候因为你天天在天安门广场待着也不是个事儿，是吧？我就经常出去溜达的过程中，我看到有学生在那演讲的时候，我也会在围观的这个市民中间去看。但每次听到他们演讲啊，我就不满意。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大多数学生参与这场政治运动啊，都是凭借着自己的一腔热情，他们其实对民主啊、自由啊这些概念理解本身也都很肤浅，这是个客观事实。因为并没有人教育他们，也没有人训练嘛，所以说他们都是怀着一种朴素的那种情感来参加学生运动。所以当他们去努力的向市民传达什么叫民主和什么叫自由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喊口号。所以呢，我呢就很愿意利用这个场所呢来讲一讲我的这些理解和知识嘛，因为我是政治学系的学生嘛，所以我经常在这个时候就会，他讲完之后我就上去接着讲。我也是学生嘛，我一般来讲就会讲这么几个内容。第一，我在强调我们在学生搞运动的时候，我们要坚持我们做的是合法反对。什么叫合法反对？分2个层面说。第一，我们反对，因为政治如果没有反对就没有竞争，只有一个政党一个主义，是吧？一个领袖，这不能叫政治文明。只有反对的政党可以之间竞争，政治本身也可以竞争，这才是政治文明。但是反对本身必须是在合法的范围内进行，因为我们做的不是权力的简单的更替，我们是要建立新秩序。这个新秩序本身是一种政治文明，是希望跟现在的当权者共同来分享权力，而不是说把他们打倒在地，踏上1万只脚，我们取而代之。我们不是砸烂旧秩序的这个所谓的革命者，我们是建立新秩序的这个所谓的代言人。所以我们必须坚持我们在整个运动过程中都恪守法律的边界，不越界。这是我当时反复讲的一个概念。市民就给我鼓掌了。然后呢，我在讲什么呢？我就讲什么叫民主啊？民主要普及概念，是吧？因为当时我们上学的时候专门有这门课嘛，是吧？民主是多数决定，但同时要保护少数。为什么要保护少数？要防止多数暴政。因为多数人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剥夺少数人的权利，这其实也是令人警惕的。讲一些这样的常识。什么是自由啊？自由分为言论自由、人身自由啊，这个财产自由，是吧？等等吧，就这些，普及一些最基本的政治学概念。但是对于当时的一些市民来说，这些观点要比普通人的那个演讲啊要深入得多，所以非常受欢迎。我人生第一次吃肯德基啊，就是在北京，就是在我一次演讲之后。因为那一次的演讲啊，就在肯德基在北京的第1家店，就是大石蜡那家总店门前。我演讲完了之后，肯德基的一个服务员自己掏钱买了一份肯德基出来，给我端了过来。我没吃过，当时的肯德基还只有炸鸡没有汉堡，我从来没有吃过肯德基，所以我印象特别深。我就问了一下那个人的名字，他告诉我他的名字，他的名字跟我自己的姐姐一模一样，所以事隔几十年之后，我仍然记得他的名字。
我也仍然记得那顿肯德基。这是当时在跟学生们的演讲啊，跟市民之间的演讲。再一个，就随着时间的流逝呢，我慢慢觉得这场运动啊，可能确实也有一些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当时啊，天安门广场的那种卫生状况非常糟糕，因为没有人清理垃圾嘛，垃圾堆积如山呐，卫生状况堪忧啊。然后各个学校的各个地方来北京的这些学生啊，晚上就露宿在天安门广场啊，其实健康风险是非常大的。然后呢，由于长期在这个地方坚守啊，人的士气也非常受影响，这是一个方面。我个人觉得呢，多多少少有些担心，因为我觉得长期这么搞下去啊，不是个事儿。另外一个方面呢，我其实是对这些学运的领袖们啊，其实近距离观察之后呢，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什么看法呢？我就发现呢，这些学运的领袖啊，实际上也在快速的官僚化。你比如说，他们一出现的时候啊，其实也都是前呼后拥的，前面实际上但不能叫保镖了啊。但是你就会发现，那些一个人出来之后，前后左右跟着7、8个人，甚至跟着5、6个人，很常见。而且那个高自联的组织啊，本身其实也是高度共产党化的。比如说里头分为宣传部啊、组织部啊、什么纠察队啊，跟早期共产党闹革命的时候那些组织结构一模一样。因为我是学政治学的嘛，我经常要说建立新秩序、新秩序。那么这个其实都是完全按照自己反对者的形象构建起来的这个组织机构，究竟能否完成这样的一个历史使命呢？我其实头脑中间是打个疑问的。就慢慢的越来越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那么想来想去啊，我就决定啊，我要对这场运动啊发表我自己的看法，不仅仅是对北京的市民，我想对天安门广场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校的学生讲出我自己的想法。于是啊，有一天啊，天安门广场晚上继续召开全国高校驻天安门广场代表的联席会议，我去参加。然后参加的过程中，我开始举手，我要发言。相机过热又罢工了啊，看来真得换了。咱们接着聊啊。刚才说到我要参加高自联的联席会议，我想发言。那么在那一天晚上开会的时候呢，我就举手。举手之后呢，我就开始要讲话。我那天晚上的演讲呢，主要是2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建议当时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啊，应该集体撤离，回到学校去复课。为什么呢？我讲了我的理由。我说啊，真正体现我们力量的有2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我们能够发起一场运动的能力。这个能力啊，我们通过今年啊，我们已经证明了。我们在全国高校有这个能力。当我们想让学生游行的时候，我们一动员，学生就上来了。当我们想让学生到天安门广场来聚集的时候，甚至绝食的时候，我们也有这个能力。但是我觉得这只是一种较低的能力，真正的能力还包括我们可以让我们现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静坐的学生回到学校重新去上课。如果我们具备了这种能力，这才是令对手最望而生畏的能力。因为我们不但可以让学生出来，还可以让我们一声令下回到学校继续上课。大家想一想，为什么现在戒严部队要往天安门广场进攻啊？是因为我们在天安门广场聚集吗？绝食吗？静坐吗？当我们回到学校以后呢，他还有什么戒严的理由啊？这才让对手最难处理，这才是真正的表达我们力量的一种表现，体现我们力量的一种能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说什么来着？我得想一想。对，第二点我说，我想起来了，哈哈。第二点我说，又忘了。对，第二点我说，我想起来了啊，不要把政治改良啊，当作是一场毕其功于一役的战役。
因为我们之所以是改良，就不是一次能够达到目标。如果革命是只要推翻了一个反动政府，我们可能就实现了目标，但那个是我们现在要做的吗？显然不是。我们是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新中国、新秩序。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这个目标可能要分多次才能实现。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要抛弃那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而我们现在在天安门广场上这种做法啊，其实就有点这样一种思想的苗头，总想通过一场学生的运动就解决我们过去30年来所有政治领域内的积弊。更可怕的是，这样一种不妥协的状态啊，也把政治对手逼上了绝路。大家想一想，如果是改良，是不是也应该让政府有一点台阶下，有一点面子？如果这样的话，这个政治才能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我们学生上街游行了，最终你没有把我看作是动乱，又认可了我们学生是这个所谓的爱国的，对于我来说，我们的阶段性目标就已经实现了。为什么呢？因为过去从来没有一种政治力量承认学生上街这种行为是合法的，更遑论认为学生本身上街游行的行为还是爱国的。有过吗？没有过。这个目标一旦实现，就意味着我们今后每当遇到我们对政治表达不满的时候，我们都可以重新走上街头，已经是很大的政治收获了，可以见好就收了，不要把政治对手逼到绝路。这是我说的第二点。所以我的核心观点就是现在就撤，回学校上课，然后大家开始表决，200多所学校表决呀，最后支持我的票20几票，反对票200多票，没通过。没通过没办法，这是政治运动，只能靠多数表决，所以我也接受这个现实。我回去之后第2天就有陆续其他高校的学生代表找到我来跟我辩论，因为他们知道我是武汉大学的代表，我们武汉大学那个地点他们也知道，就在纪念碑的西南角。有的人到现场跟我来辩论，认为我的观点不对，有的人过来表达对我的支持，但是毕竟表决的结果已经生效了，我也接受这个结果。但是呢，我也反思这个结果啊，我认为啊，其实在政治运动中，尤其是群众政治运动中，越激进的声音越容易获得多数人的认可。这是我在天安门广场给我的一个非常大的收获。而越是温和理性的声音，越不容易得到众人的认可。所以你发现了吗？政治运动一旦发动起来，它就有一种自发的加速力量往前走。如果你不能始终站在那个潮头，你很快的就会被甩下去。这也是我当时亲身经历过程中间的一点体会。所以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开始逐渐的反思这个学生运动到底这个学生运动本身跟我们追求的那种政治目标之间是不是契合的，还是它被某种自我的自身的一种所谓的盲目的力量裹挟在推动着往前走。我认为我在天安门广场的最高光的时刻，就是那场学生联席会议过程中间我的看法。这种看法说白了也代表着我自己的政治立场，我对学运的某种看法。后来学运结束之后，我们在我们学校专门有老师整我的交代材料。我们系有2个老师，天天负责我，要求我交代在北京的所有的行动。我当时就跟这老师讲，我说你看我跟其他的学生都不一样，他们都天天主张要冲啊，我呢非常理性，非常温和。我在联席会议上讲了，我认为学生应该回学校上课去，复课。你看我多理性。我们那老师说什么？他说王志安，你这个建议更歹毒，要真像你那么做，我们政府怎么办？苦笑是吧？这个正是因为当时我参加这个会议之后没有被采纳我对本身在天安门广场继续从事这种所谓的这个运动也渐渐失去了兴趣。就在这个时候呢，5月30号的时候，我的女朋友从武汉大学到北京找到了我，就把我拉到了纪念碑外面，
一个地方。什么地方呢？就是当时故宫博物院那个故宫博物院的大门下面，我至今还记得。故宫博物院在天安门广场学生开始这个运动之后就关门了，那个大门的一个巨大的门洞下面空无一人。我的女朋友还有一个我在北京认识的一个学生，这个学生名字叫陈鑫，我们3个人在那个地方促膝长谈。陈鑫也当时我是在北京认识的了，我在北京唯一的一次洗澡就是在他们家洗的，他把我带到他们家，他们家在北京的月坛北街。后来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啊，在北京期间，我们3个人就坐在那个地方来共同来探讨就这场运动的价值和意义。最后的结果呢，就认为其实留在北京已经没多大意义了。陈鑫是北京计算机学院的学生，他也决定离开天安门广场回学校了。我呢也决定从北京离开，回到武汉大学。之后第2天5月31号，我们就从北京坐车返回了武大。当时坐火车不要票的，跟当年文革期间的红卫兵串联一样，只要你拿上一张学生证，你上火车去全国任何一个地方都不需要买票。正好当时北京到广州的京广线也开通了，就重新开始开通了。我们就在5月31号那一天坐车离开了北京。我从5月18号到北京，到5月31号离开北京，在北京一共待了13天。这13天对我的人生影响非常大，我见证了中国近代历史上这个最大的一场学生运动。如果说有什么巨大的遗憾啊，我个人觉得就是5月19号那一天，赵紫阳、温家宝到天安门广场看望学生的时候，我不在现场。其实那天我在天安门广场，但是由于我不知道消息，所以我没有在现场。他当时是在一个公共汽车里头，就是北京公交车拉学生绝食的嘛，对吧？让学生绝食避雨的那个公交车里，他自己拿着一个大喇叭。当时这个历史其实中央电视台也播放过。当时赵紫阳知道其实自己已经失去了领导职务，所以他当时在讲话的过程中间，一方面在缅怀学生，在勉励学生，另外一方面也说出了自己的无奈。我老了无所谓，你们还年轻，是不是？他一口河南话在讲的这些话，这段话都被摄像机忠实的记录下来，并传播到全国。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个人觉得啊，我在北京各个地方演讲，极大的锻炼了我的口才，锻炼了我在面对众人的时候的讲话能力，这个其实也是我巨大的收获。从某种角度来讲呢，也使得我对这场运动，包括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有了自我的理解。所以说呢，到北京的这场运动，使我在89年的这场学运过程中间，使得自己呢也得到了一种淬炼。于是乎呢，我回到了武大，继续从事学生运动的时候呢，我感觉啊，跟之前的我已经有了一个不一样的变化。